Hello，大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喽，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Hello， 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你们的奇迹即将降临，它会以什么样子的形式降临到你生命中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的验证牌，这张验证牌非常的美哦。好，画面中啊是一座被光包围的殿堂，神圣的殿堂。那它好像漂浮在云雾之中，这一道光芒。好，照在这个殿堂，照在这个城堡，还有照在这个水面上。这个光它很温柔，很稳定，有一种慢慢展开的亮度。然后水的这个倒影看起来让这张牌连接着2个的世界，一个是大家在现实生活中的这个世界，另外一个世界，水面下这个世界，它是一个更深层的内在空间。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啊，可以看得出来，大家正在处于一个很微妙的一个阶段。有些朋友，你生活啊，看起来是非常的稳定，有秩序，然后你把角色扮演好，把事情做好，然后一切都是稳稳当当的往前走。但其实你内心有另外一个声音在出现，好像我的人生想要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方向或是情感，或者是说呢，你好像想要把某一个篇章完结了，接下来你会想要去看看，人生是不是有另外一种生活的一个方式。好，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会在人生的某一个时期进入到一个阶段转换的状态，也就是说你的前一个角色或者说某一个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然后这个阶段结束之后，你内在开始发出一些讯号，
你可能会在这个时间点感觉到，内心有一种奇妙的不对劲感。这个不对劲啊，好像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种淡淡的空虚，或是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违和感。你可能会发现，以前自己很在意或者很兴奋的事情，现在没有那么的有感觉了，或是对某些目标提不起热情，好像就只是在完成这件事情。然后你开始想，好，你真正想要成为谁，以及你未来生活的一个方向这个是一种转换的讯号。也就是说，你开始从角色导向转向一种内在对齐的状态，你不再只是为了符合期待而生活，你们开始想要去听见内在的声音，想要知道什么才是真正属于你的路。好，我觉得这个阶段很像是大家在找回失落的你自己。这个并不是说你真的失去了什么，而是你可能曾经为了生存，为了适应环境，为了完成阶段的任务，把某一些你内心真实的渴求、希望跟愿望摆在一边。现在我觉得这些声音啊，好，这些直觉、这些感受，它开始回来敲你的心门。也就是说，它很像是一种温柔的召唤，从你的内部慢慢的去唤醒你。所以这张牌的力量，它并不是一个从外在介入的力量，而是大家你们内在的成熟。还有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啊，你最近可能会出现一些巧合的事件在你的生命中，比如说你重复的看到某一些关键字、某一个主题、某一个讯息，或者是说突然对某一些内容特别的有感觉。当你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你心里可能会浮现一个有一点模糊，但是好像又看得到轮廓的一个方向。因为你的注意力在从一种外在的控制转向内在的感知，你开始进入到一个想要去接收、想要去探索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作为验证牌啊，这张牌灵魂的召唤，它真正想要告诉大家的事情是，好，你现在感受到的这一种微妙的拉扯感，这种不安感，或是有一点点空虚的感觉，它其实是一个讯号，代表说你们已经完成了某一个旧阶段的角色，新的阶段正在酝酿。你并不需要立刻找到答案，立刻知道答案，也不需要你马上做出选择。大家只要先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你确实听到了心里的那个声音，你现在正在被召唤，因为你已经准备好走向下一个阶段了。好，这是一张我觉得非常有深度的一张牌，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好，我们的下一张牌是臣服你的小我。当第一张灵魂的召唤出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内在有一些呼唤。那当你听见你内在真实的声音的时候，其实小我一定会出现。这张牌的画面它在讲什么呢？我觉得这张牌它有两个层次，在上方的层次它是意识，它是直觉，它是一个观察的位置。然后在下方呢，它是惯性，它是反射，它是欲望，它是一个防卫的机制。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牌好像有一股力量试图在把你往上拉，可是下面仍然有一些东西它是紧紧的想要去抓住你。好，这个是小我的一个象征，它是一个保护的系统。好，什么是小我呢？它是一个你为了活下来，为了适应世界，为了避免受伤发展出来的一整套系统。它可能会去保护你不要犯错维持一种安全感，维持一种控制感。也就是说，过去的生活中，我觉得小我曾经救过大家很多次。可是当你的生命往下一个阶段走的时候，这个声音它可能会变得太用力，甚至有时候会要阻挠你。所以这张牌它其实不是要大家去消灭自我，而是现在开始不是让你的小我去主宰你内心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呢，你可能一边有一个直觉说我好像应该换一个方向，但另外一边的这个脑袋又告诉你说，确定吗？这样安全吗？万一失败怎么办？不要乱来比较好。或者说你是不是想要逃避呢？所以你可能会反复的去思考或是推翻自己。有的时候会因为
为想太多不敢动，停留在原地，这是因为你的小我它正在努力的尽责的一个工作。好，就能量层来说啊，我觉得这张牌它是对应到太阳神经丛跟心轮之间的一个拉扯。太阳神经丛呢，它掌管这个意志、评估跟对错；心轮掌管你的真实感受，你内在的真诚的感受。所以当你开始听见灵魂的声音，当你的心轮打开一点的时候，太阳神经丛它会立刻跳出来说，等等，我需要更安全、更确定。所以你们的内在会感觉到有很多的对话，有很多的矛盾，有很多的拉扯，但大家不要害怕，这个是转换层级必经的一个阶段。那什么是臣服呢？臣服它并不是放弃，而是换一种主导权。也就是说，这张牌真正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不要让恐惧当做你的驾驶员，你要让你的觉知坐在方向盘前面。臣服它是一种很成熟的选择。当大家看见自己的恐惧、自己的控制欲、自己的焦虑、自己的比较心之后，你看见之后，但是你选择不完全被他们牵着走，也就是说，你并不是在消灭你的小我，而是在对你的小我说，我知道你在保护我，但是我现在想试着用一个更高的视角来做选择。所以这张牌出现我觉得大家现在最需要的不是答案，而是松开手，也就是说少一点过度的思考、过度的自责大家你们可以开始从现在开始去练习比如说你在做决定之前呢，问问自己说，你现在是很害怕还是信任这个过程？当你的脑袋过度的去思考、过度焦虑、过度的分析的时候，先去照顾你的身体，先深呼吸一下，然后你要允许自己无知，就是允许自己不知道答案，去接受自己不是什么都知道的这个状态。好，这些练习看起来很小，但是它其实都可以重新的帮助你排列内在的权力的结构。所以这张牌我觉得大家已经走到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你光靠理智去运行你的生活已经不够了，接下来大家要学习的是让你的直觉跟理性去合作，而不是对抗。当大家愿意让小我后退一步，那个更清楚、更稳定、更知道方向的你自己，它会慢慢的站到前面来。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牌。这一张牌是镜子 mirror。 好，这一张牌很多人在想听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奇迹的时候，可能会想说我的奇迹到底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一张牌很清楚的告诉大家说，你的奇迹它会从一个内在的视角转变开始。这个 mirror 它是一个认知层级的反转。牌面中的镜子象征一件事情当大家愿意诚实的看见你自己正在做什么，正在逃避什么，正在重复什么，你的人生选项会变得比较多。这个是奇迹发生的第一层，并不是从外在开始改变，而是你开始看懂这个局面。你可能会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一直在重复同一种反应，原来我以为的卡关它可能其实是一种保护，原来并不是我自己没有能力，而是我一直在用旧的方式去面对我接下来迎接的这个新的阶段跟新的世界。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具备一种看懂这个局面的能力，这个就是一个转折点。好，那新的奇迹代表说你们要去打翻一些，或者说打破一些循环。以前你可能会无意识的重复一些事情，或者是说你的情绪先上来去说了一些话，最后又后悔，或是你容易被外界牵着走，或是一直反复的询问命运说为什么是我？现在我觉得大家开始有一种你可以后退一步，你可以去俯瞰整个全局的能力。这个能力本身就是奇迹的入口，因为你们已经有这个觉察你现在身处环境的一个能量，也就是说这个镜子亮了起来。在你的人生当中，你不再只是被命运推着走，你开始可以在反应出现之前先看见这个反应。所以奇迹
真正发生的地方是在你的内在，是在你内在的一个选择。当你看见镜子的时候，你会开始多了一个选项，就是好，你愿不愿意去尝试不一样的回应，或是你要照旧的方式去反应呢？好，这个停一下想一想的瞬间，它就是一个奇迹的路口。也就是说，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人生转向啊，它可能发生在一个比较安静跟低调的时刻。你可能在某一个时刻突然的不想要因为某些事情而勉强自己，不想要去忽略你内心真正的一个讯号，或者说不想要再持续的消耗你自己。好，这一些重视自己的声音，这一些微小的转变，它其实就是新的时间线开始松动的地方。所以我觉得镜子这张牌，它其实在给大家一种能力，也就是看见自己的能力。当你能够看见，你就不会完全的被情绪带走。当你能够看见，你就能够选择你要做出什么回应，而不是一个反射性的回应。当你能够看见，你就已经站在转化的门口。也就是说，这张牌啊，它出现在新的奇迹这个主题下，就代表说，当大家你开始对自己诚实的那一刻，奇迹就会发生。好，很棒的一张牌。接下来看到下一张牌 Perspective。 好，这一张牌啊，它是一个换一种观点，换一种想法。我们看一下这个牌面哦，牌面中有一个画家，他正在画画，那他手上拿着画笔，代表说他其实是主动的在创造他的人生，他并不是被动的承受。这一张牌我觉得它所代表的奇迹很务实，就是大家你们会开始去创造，你会开始去做到一些以前你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你以前遇到某一种状况，你的情绪就会爆炸，你现在可能会稍微停一下，或者说你以前非常容易自责，现在你会开始想说，我其实不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对待自己。或是你以前可能一被卡住就想要逃走，你现在可能会想要换一个方式去试试看。也就是说，在心理层面你们已经提升了你的一个层级，你已经往上一层楼，站上一层楼。现在的你是站在事情外面去观看，以前的你可能是站在事情里面被这个事情牵着走，或是在事情里面去反应。现在你已经可以跳脱出来，站在事情的外面去观看这件事情。这个转换很关键，因为你看见自己正在做什么，你已经不再被情绪惯性或是恐惧去自动的驾驶，你的人生开始有选项。也就是说，很多人在这个阶段会突然有一种感觉，你会觉得你自己是真真确确有变化了，因为你以前是不可能会这样想。也就是说，你开始长出一个新的视角，也就是说你自己奇迹来自于你自己内在功能的升级，你们开始具备重新定义事情意义的能力。同一件事情过去你可能会觉得好痛苦，很被卡住，或是怀疑自己。现在这件事情它会变成你能够去理解，能够去调整，能够去重新选择的一个素材。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实际非常强烈的奇迹，大家可以开始用不同的角度去创造一个新的结果。你会抽到这张牌，代表说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已经走到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是比你自己想象的更加成熟的位置，你已经升级了你的视角。很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办法走到这个位置，可是第一组的朋友，现在你们已经可以在情绪里面保留一点清醒，或者说在混乱当中保留你的选择权。这个就是新的奇迹真正的会发生的地方。你会看懂自己在哪里，在做什么，你也开始有能力去选择不一样的一个回应。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牌。好，这张牌Lunar Eclipse， 它是一个月食的能量哦。好，月食它是一个暂时失去光的时刻。月亮并没有消失，它是一个短暂被遮蔽的时刻。这个短暂被遮蔽的时刻，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换的时刻，因为当光
暂时消失的时候，你就会被迫转向内在。所以我觉得月食它真正象征的其实是一种重组的过程哦。月亮它代表情绪、直觉、潜意识以及你们大家惯性的一个反应的模式。当月食发生的时候，它并不是灾难，而是说你原本熟悉的一个情绪运作的方式暂时失效了，你可能不再能够用旧的方式去理解你自己，所以它是一个转折的门槛。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重新的编码，你人生的系统正在进行更新。好，奇迹会发生在月食之后，奇迹会发生在光暂时消失之后，因为原本的光不再主导的时候，新的可能性才有空间出现。也就是说，这一张牌的画面里，大家看到有一道门，有一个阶梯，还有星空跟月色，所以他在说的是，当你不再被旧的情绪模式牵着走，当你愿意停在某一个，比如说转换模糊或是有一点不确定的过渡的空间的时候，新的路它会浮现。好，大家如果你对应到这张牌，代表说你处在一个蛮微妙跟特别的阶段，你可能会开始对于一些事情你不想要再比如说去撑着，或者说不想要再假装没事，然后你开始对于一些以前很确定的想法或事情有了一些转变，或者是你可能感觉到你自己有在变化，你的身体跟心理跟想法具体的正在变化当中。你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卡住，但同时又隐约的对于未来有所期待，这是一个过渡期，这个是你们身份转换前的一个空白的一个地带。因为旧的身份已经松动，但是新的身份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形成，新的奇迹正在这个空白里面去酝酿。那这一张牌大家抽到之后，代表说第一个，你已经走到旧的阶段的尾声，你愿意接受一些暂时的不受控、不确定，你愿意允许新的可能性进来，这三件事情合在一起，它就是奇迹的土壤。当大家放下旧的版本的自己的时候，新的路自然而然会浮现。好，大家其实听到这里，你心里应该都有一种哇，我要进入到新的篇章的预感。奇迹呢，就是当大家愿意走到未知，走到新的篇章的那一刻，就会开始形成。月食让大家有机会暂时放下旧的光，让新的光可以去出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门打开之后是一条新的道路。这个门呢，代表新的阶段已经形成了，它不是一个非常遥远、非常未来的事，而是可能已经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有一个门已经形成了，只是你可能还没有看懂。那这一张牌出现呢，就是要帮助大家看懂说，其实你已经站在门口了。那还有这张牌的画面中有粉红色、粉紫色的一个阶梯它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你现在正在走过一段可能不是这么容易的内在的历程，反复的思考、怀疑、卡关，或是反复的去尝试，这一些呢，其实都在帮助大家铺一个阶梯。所以你现在正在去往上，你站在一个能够往上去理解你自己的位置了。那大家看到这张牌的星星跟月亮，它代表新的感知方式正在启动。因为当月亮的光被遮住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去依赖星光。过去你可能是依赖月亮的光，现在月食发生了，我们要去依赖的是星光。所以我们不再只是靠着旧有的直觉模式，而是可以发展出一种更成熟的觉察力。你可以开始辨认到什么是真的适合你的，或是觉得哪里有不对劲，你要相信你的直觉。如果你觉得不对劲，那就不要再前进了。或是你现在更知道你比以前你和以前相比有哪一些不一样，或是说有一些能力它其实是提升的。所以这张牌我觉得他想要告诉大家的是，
你们会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你的人生。好，它是一种内在的升级。当你内在层次升级之后，外在的改变也会慢慢的跟上。其实这张牌啊，代表说奇迹已经开始了。它是一种你终于看得懂自己的瞬间，这个时刻。当你看得懂之后，其实新的路、新的门、新的阶梯，你自然而然就会发现它已经在你的生命当中了。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牌。奇迹开始对你说话了。好，这张牌我们看到有只好漂亮的蝴蝶停留在你们的手上，大家有看到吗？在这里。好，背景呢是星空、月亮跟闪烁的光点。这一张牌代表你的心愿被回应了。好，接下来啊，就是你们在刚刚那张月食完成了内在状态的转换之后，外在的世界会用一些重复、巧合、提示来回应大家，因为大家的注意力开始对到某一个频率。好，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你想要的东西，这个世界不断的在回应你。你会发现，一句话反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或者说你做的一件事情突然被很多人提起，或是刚想到某一件事情、某一个人，然后那个人那件事情就来到你的面前，或是你无意中看到一句话，这句话刚好讲中你最想要知道的一个问题，或是解决了你心里的一个纠结。好，这是因为你内在的状态已经开始跟外界的世界产生回音。我觉得大家以前可能也经历过这些巧合，可是你可能就是带过或是忽略它。但是现在不同了，你会开始停下来注意到一件事情，这个好像不是巧合，是宇宙在回应你。当大家愿意停下来去听听看，去看见这个讯号的时候，就是奇迹启动的一个瞬间了。所以大家其实生命中经历过内在转变的阶段之后啊，宇宙要用各种方式来回应大家的所思所想，跟大家所盼望的。好，再看一道下面的牌下面一张牌是女巫的药。女巫啊，她知道怎么把看不见的东西变成看得见的结果。所以呢，这一张牌在讲什么？她在讲说一个很真实的奇迹，就是大家真的做到了，大家真的看见了，你的意图变成一个可落地的行动的仪式，然后你的生活的这个节奏会去回应你的一个奇迹。你的日常生活中你的意识打开了，然后你的奇迹它并不单单是活在你的头脑跟想象里，它是真实的要落地，回到你的日常，回到你的真实感受中。就是说大家你们会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节奏，然后选择让自己安心的人事物，以及你会发现你更容易心想事成了。大家这张牌会带你们进入到一个你从未想过的奇幻的旅程当中。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好，这一张牌啊，哇，这张牌非常的开心，作为结尾牌，你的感觉你终于感觉到自己了。好，这张牌的画面，我们看到一位夏威夷的舞者，很像是充满能量的岛屿女神，她头上戴的花冠，身上有一些花环，笑得非常的开心。她双手高举，她双手中间呢是一道彩虹，像拱门一样打开，光从他身后往外炸裂开来。所以这张牌在说什么？代表说你已经走到这个阶段，你从过日子过生活到真的活起来，开心的活起来。这个花环花冠还有这个海岛的感觉，这些象征非常的重要。他们不是在讲打拼努力，在讲扛责任压力，他在讲的是生命力。好，很多人在过去的阶段其实很理性，你们会分析，会控制，会想要去证明自己是对的。但这张牌它告诉大家，你们即将经历生命的回归，
你会开始真的有感觉说，你其实可以活得很快乐，你可以去喜欢自己。你们不再是一个只是完成任务、完成责任的人，你会开始变回有灵魂、开心大笑的你。好，这张牌的彩虹它并不是一个装饰，彩虹代表跨过风暴后的证据。彩虹呢，它是雨后才会出现的，代表说其实你们前面可能经历过一段很灰暗、很闷，或是说这种很孤单的日子。你不一定有对别人说出口，但你自己知道那段时间很久很久，你是闷闷不乐，你是不开心的。好，在彩虹这张牌出现了之后，我觉得它的能量很像是一个被打开的门，它是一个祝福的拱门，象征的说，你走过那一段时光了。这个并不是一个自我安慰，而是你们真的走过了一个艰难的难关，新的奇迹就在这里出现了。你可以有力量去接得住宇宙给你的温柔。还有 feel 这一张牌你回到身体，回到你的心，回到当下，你开始学会用你的感受去做导航。可能在上一个阶段中，你会对生命很多的事情比较麻木，你不敢哭，不敢开心，也不敢期待很多的事情，因为你可能害怕期待越高，然后失望越大，害怕你的期待都会落空，或者你害怕你太有感觉会被这个世界所伤害。但是这张牌作为结尾，我觉得它很像是大家的一个宣告，你愿意再相信一次，你愿意把心打开，你愿意让自己再活一次。你看一下，大家可以做一下这个女孩她现在这个岛屿女神她现在所做的这个动作，请你们把双手举起来，这个是一个接收的姿势，也是一个允许的姿势。她并不是在求什么，她并不是在祈求。这个岛屿女神她是在说，我允许好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允许自己被爱、被祝福、被看见。所以呢，你们终于感觉到，打开你的感官，感觉到很多的事情。你会发现，当你敢去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去感觉的那一刻，世界的奇迹就会开始回应你。恭喜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好，恭喜选到第一组的朋友，非常棒的一组牌哦。最后也提醒大家，Mia 的线上塔罗课程已经全部上架完毕了。如果你对于塔罗牌学习、灵性探索有兴趣的朋友，都欢迎加入这门课。这门课呢有非常丰富的内容，还有很详尽的一个实战的演练。学完之后就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其他人解牌。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再问我。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Mia。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属于你们的奇迹即将降临了。那它会以什么样子的方式降临呢？首先呢，你们的验证牌，哇，这张牌非常的厉害，它是 Lilith。Lilith 它不是一个很温柔的神话角色哦，它是一个拒绝服从、拒绝低头、拒绝被定义的女人。然后它的背后大家看一下是一整片的夜色，这个夜色代表说其实它拥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展翅翱翔。也就是说，我觉得第二组的你们你们现在正在把力量从别人的期待、从关系的拉扯、从角色的框架中一点一滴的收回来。你们非常的有自信，非常的有气场。现在的你并不是为了要更好的去怎么说讨好别人，或者是说变得更 nice， 而是你终于不用为了被爱，或是为了维持一段关系把自己交出去。我觉得你们现在正在建立属于自己的主权，正在收回属于自己的主权。其实一开始Lilith 她并不是黑夜的象征，他一开始跟其他人一样被教导说要配合，要懂事，要体谅，要为了关系去退让。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他很努力的照着这些教导去做，可是他每退一步，这个世界没有变得更温柔，没有对他更加的温柔，反而使他自己越变越小，越来越缩小。所以他停下来不再这么做，因为他很清楚很明白的知道，如果我这样继续活，我照这个教导的方式继续活，我会不见，我自己会消失。所以他转身走进了夜里。黑夜在这里啊，代表是收回权力的空间，你不需要再被定义、被评分，你能够真正去听见属于自己的声音。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是回家，回到那个从来没有被允许站出来的你自己。Lilith 她的翅膀不是用来去飞走、去逃走，而是来告诉你一件事情哦。如果你一直以来觉得哪里不对劲，并不是因为你不够好，而是因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为了被别人驯服，或是为了被别人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框架，什么样子的形状。好，大家看一下它的脚下的这个红色啊，鲜血一般的颜色，它是一路以来你们过去走到现在的代价，你们为了选择诚实的面对自己，这样子的生活的方式，可能失去了的一切，也许是某一段关系、某一个位置、某一种认同，甚至紧抓着的安全感。但是也因为这个鲜红的血付出来的代价，这些留下来的痕迹，使你们今天可以站在这里站得很稳。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已经走到一个再也没有办法假装一切是可以就是活在一个很虚幻的世界，假装对这些都没有感觉。你可能很清楚的知道哪里不对劲了，你可能表面平静，但是内心在发出求救的讯号。你真的很想要改变，你们并不是失去力量，你们是停止把手中的力量交出去。我看见你们终于允许自己不再为了任何人去把你的灵魂缩小，去把你的灵魂折叠。这张牌代表说你们开始站回人生中心点的一个很有力的宣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张牌。好 Moonbeam。 好，这张牌啊是月光，月亮洒向来的一道光。那这张牌的意思，它并不是整片的月光，而是在黑暗中只能照亮，就是只够照亮一小段路的那一道月光，就是你眼前的这一段路，这个月光足够照亮这一段路。好，这张牌啊是月光，它跟太阳光不一样，它是一个模糊的、温柔的、不张扬的力量，靠着你们的直觉前进，靠着你们的内在感受前进。你不需要别人看懂你为什么选择走这条路，但是你自己清楚，你自己知道，就算你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看清楚全貌，但是你知道你正在被引导往对的方向去前进。好，月亮啊代表潜意识、直觉、女性能量跟你的内在节奏，而这个月光它代表的是一种温柔的指引，并不是强制的，并不是命令式的。所以这一张牌代表说，你们在前进的这条路不用急着去证明，也不用急着靠外在去认可。你走的路也许现在只有你自己懂，但它绝对是对的。这张牌的核心啊You are on the right path。所以你们要确认一件事情，这张牌的核心是你没有迷路，你正在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很多人会走着走着就停下来，在这个阶段停下来，因为你觉得没有掌声，没有明确的证明或是回馈，所以有很多人会在这个阶段停下来。可是这张牌告诉大家说，你们选择这条路，这条要用心去走的路，你是对的，你是没有错的。这是一张在黑暗中去给你温柔指引的一张牌，它会一直照亮此时此刻你们站的位置。
可能你们现在走的路并不是那个人人都看得懂，或是一下子可以看到终点，一下子可以看到成果的路。可能你们走的路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或者是我觉得是你心中的一个渴望，一个呼唤。那刚好宇宙给你 Moonbeam 这一张月光的牌，可以去照亮下一步你的脚要踩在哪里，这个光足够让你看见你下一步的位置。你们现在走的路可能是一条只能靠着你自己感觉出来的路，它不是去比较，不是别人给的建议，但是你心里非常的清楚，你就是走了之后你就不想要回头了。也许你有的时候会迷惘，觉得自己是不是浪费时间，因为你可能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回馈，或是很大的这个掌声。但是呢，你之所以会抽到这张牌，代表你已经不适合那种靠着一些假象或是认同过活的人生了。你现在要的是，就算全世界都在说另外一件事情，都很安静，你也可以知道自己在干嘛，你也可以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走在这条路上。所以呢，我觉得这张牌想要去鼓励大家，因为你们很棒，你们没有为了安全回去演一个你已经演不下去的角色，你们并不是迷路，而是你已经走过那种照表操课就能够活的人生。你现在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这一条路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一点孤单，有一点安静，甚至有一点怀疑自己，但是它会把你带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你不用再违背自己就能够活下去的地方。所以现在呢，如果你可以看到你眼前脚下的这一点光，如果你能够确定不想要再回去过以前那样子的生活，这就对了，这就是这张牌要给你的讯息。很多真正走对路的人，他们一开始其实没有地图的，他们只有一种感觉说，如果我不走这条路，我会对不起我自己。这张牌出现代表说你们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已经走到对的路上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宇宙要给大家的一个讯息。好，下一张牌是 Yes， 这一张牌代表说有一些外在的事件要动起来，要推动了。当大家走在属于你们自己心中的这条道路上，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奇迹就是事情突然有回应了，比如说投出去的履历，或者是说之前聊到一半的合作，或是你一直在等的一个答案。好，这张牌 Yes 牌出现之后，最常见的奇迹就是收到一个通知，或是对方会主动的联系你，不需要你自己去追，不需要你自己去提醒，或是当你快要去忘记放下的时候，讯息来了，电话来了，你的回应出现了。有时候这个结果来得非常直接快速，不会拖泥带水，然后你会觉得哇，非常起鸡皮疙瘩，这个回应怎么以前可能卡了很久，现在是这么明确的告诉你说，你通过了，你合格了。好，第二个奇迹就是你们会不用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下，但是你会被点名，会被选中，就是你不需要去竞争，别人就会指明你，或是什么样子好机会落在你身上，或是有些人退出，或是这个机会的名额空出来，你自然而然的就补上了。或者是说在对方的心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并不是因为你们去争去吵去这种拼搏，而是因为你站的位置对了。所以我觉得 Yes 的能量启动之后很多事情都变得非常非常的顺，你没有特别的用力，可是事情自然而然的就选中了你。好，第三个奇迹是有关于金钱或是资源会不断的大量的流入，比如说本来没有预期的一笔钱进来，多了一笔收入，补助、奖金、退款，或是你的投资，源源不绝的这个现金流，或是资产翻倍，你的投资没有预期，在你没有预期的心理下快速的成长，或是你做事情突然变得很省力。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你们压力减轻的牌。你会发现有一些你本来觉得需要自己去扛或自己去做的事情，
有人会分担，或者是说这个压力被环境去分担掉了，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减轻了，这个金钱跟资源的补足可以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加的富裕，更加的优雅。还有第4个奇迹就是有关于关系的，有一些关系会自然而然的形成，有一些关系会自然而然的结束。这张牌我觉得很直接的一点 yes 就是它会让模糊的关系变得清楚，可能是对方突然的表态，或者是说你们的关系有一个确认，有一个合作，有一个承诺，或者是说对方自动退出，不想要再拉扯，就是说你们不用再猜了，你们不用再耗时间去想说到底对方怎么想，到底应该怎么办，所以关系会走到一个明确的一个阶段，不管是定型或是结束，都会让你去看清楚，不用再去烦恼。好，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好，这一张牌是阿欣萨。这一张牌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画面是一道金色的光哦，它是一个很温和流动的能量，它是一条不需要用力，但是可以往上往前流的河。也就是说，这张牌的力量并不是冲撞，并不是爆炸，并不是硬推着你前进，而是一个改变事情对待你的方式。它并不是来改变你本身，而是来改变事情对待你的方式。它是一个温柔跟柔和的转化的力量。那这张牌的核心啊，并不是善良，而是停止内耗。也就是说，不要再用伤害你自己来维持你自己整个人生的运作了。这一点很关键哦，因为当大家说出 yes 之后啊，世界给你的奇迹，并不是更多刺激的挑战，而是很多原本你会害怕、你会痛的事情，突然就不痛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可能会发生什么。第一个奇迹就是有一些冲突，它会自然而然的消失，你不需要主动的去解决。比如说呢，如果你过去或是现在碰到有关于人际、工作、家庭或是合作上的问题，你可能只要接触到他们这个环境，你就会心里就会很烦，会很消耗，就会跟他们有摩擦。但是这张牌出现之后，会有一些外在的变化，你们的争执不再升级，或者说原本你觉得一定会吵架的事情啊，这次没有发生了，或者是说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人，他自然而然的消失了、远离了，或是安静了。这个并不是你退让，而是冲突本身啊，它没有能量再去喂养这个冲突，所以你们不需要去担心这些事情，也不用再消耗你自己的能量去对付。那第二个奇迹是，我觉得事情啊，在你身边会开始用一种比较柔和跟温柔的方式去完成。有些朋友，你以前可能会有一种人生的模式，就是一定要很累，一定要很痛，一定要很拼，事情才会成功。但是阿欣萨的奇迹是，你会发现其实事情不用那么辛苦，不用那么累耶。比如说你本来这个很复杂的流程被简化，或者是说有人主动帮你接手其中的一部分，或者是本来都是你扛的责任重新的被分配。也就是说，你们并不需要再这么累的去生活。还有就是你们不会再被情绪勒索了。有些人，如果你过去有被情绪勒索，别人用情绪逼你答应的话呢，现在你们反而会去拒绝这样子情绪勒索的能量。你不会再去牺牲自己满足别人的一个期待哦。你们可以温柔的站在你想要站的地方。好，这是一个很高层级的转变，你的人生不需要再靠痛苦来推动，事情不需要靠伤害你自己、勉强你自己才能往前走。好，恭喜第二组的朋友。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好，这张牌非常悠闲的能量变得简单。好，
这张牌代表的是一种外在现实的重组。世界啊，不再丢一些不必要的事情给你，就是很多事情自动变得简单，没有过多的拉扯，或是没有过多的装饰，你的生命中只留下真正需要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讯号，你们的奇迹是有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开始被删除掉，这个现实世界会变得很单纯。比如说有一些一定很紧急需要处理的事情突然不用了，或是有些你觉得是你的责任现在被其他人拿走，或是被收回去了。有一些行程啊被取消，但是其实你本来就不喜欢这个行程，刚好也被取消了。所以世界现在正在帮你把一些不重要的人事物默默的移走，默默的拿开，你们不用开始动手整理人生，宇宙就会自动开始替你整理。所以其实事情变少了，你们不再被琐事去切断你的注意力，然后你也不用好像被很多人叫走，就是顺便帮忙一下，浪费你的能量。你现在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现在真正留在你身边的才是跟你有关的，你在乎的，你喜欢的。这个是一种高阶的外在整合，因为世界正在重新配合你的位置，不重要的事情自己会消失，你们的人生不用一直被打断，然后事情会被简化成可能1-2个步骤就能够解决的一个状态。你可能会意识到，原来之前好多的事情其实是多余的，其实是不需要的。你们现在不用同时顾那么多的人，或是这么多条线，你也不用再多工处理，或是被迫同时回应很多个，比如说很多个人或是很多个方向。现在呢，你回到一个很舒服很简单可以承受的节奏。有些朋友也许你的人际圈会缩小，但是质量跟质感一定会上升，因为不重要的人他们会慢慢的退出你的生活，或者是说这个阶段已经不同频的人他们会慢慢的离开。好，没有冲突，没有翻脸，只是自然而然联络就变少了，交集就变少了。现在你身边的人是真的需要你，你也愿意去给，愿意去交流的人，也是你真心喜欢的人，是真心会对你好的人。现在呢，不会再有不必要的人去来浪费你的时间了。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哇，这张牌也是一个放松的能量 unplug， 就是你们已经停止要供电给一些本来就不应该去运作的东西哦。这张牌啊，它跟连结、跟线、跟能量来源有关。也就是说，可能你过去的人生有个地方一直在漏电，然后你一直以为那个是你的责任。现在这张牌的奇迹就是立刻让你看见差别。你一旦停止去供电，有些人他就必须要直接去面对，你不需要再当缓冲垫，让这个问题回到本来该负责的人身上。还有这张牌也代表说，你去拔掉错的线，在对的事情上去接线。也就是说，一旦对的事情被接上线了之后呢，就会有时间、空间、能量回流出现。所以大家你们会去拔掉一些不需要的插头，去放下一些不需要你去承受的事情。你们可以好好休息，你停止供应某一个会消耗你能量的这个消耗源你们会直接的去切断，不用再补救别人的问题，不用再多说一句话。好，那个局面慢慢就会停止了。你停止浪费能量在错的地方，接下来你们的外在世界也会转变，会有新的邀请出现，令你心动的好机会。就像这个女生呢，她拔掉插头之后，哇，她要打开门去外面度假去探索，然后空出来的时间呢，被好多好事情填满。你们终于不再漏电了，你们可以好好的去享受你的人生。好，我们来看一下。哇，我们的下面这张牌，猫头鹰，梦 dream。好，猫头鹰闭着眼睛。这张牌代表什么呢？这张牌它是一个讯号，代表说，其实大家你们在什么都看不清楚的时候，你的心依然知道方向。
当现实世界还没有发生事情，当外在世界还没有任何证据的时候，你在梦里会开始先看到一个很真实的画面，梦到一个你以为你已经忘记的人，或者说梦到一件你觉得好像有意义，但是又没有办法具体形容出来的事情。好，这个呢都是一个预言，都是一个给你的讯号。他在说什么呢？好，梦啊就像是一个前兆，梦出现之后，现实会开始回应，所以我觉得这个梦它很像是一个排程通知，你们已经走到一个事情快要发生的位置，你会遇到刚刚好的人事物，事情会比你想象中的顺，或者是说呢，一个你本来没有抱期待的机会突然来到你的面前。现在呢，这一组的朋友啊，宇宙想要跟你说，奇迹啊，它会以各种形式、各种形状、各种大小出现，而且它常常会出现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间、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所以呢，如果你心里正在想的不可能，怎么会轮到我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奇迹最常出现的时刻了。所以他在讲的其实是一种很安静，但是会真正改变你生活走向的一种发展。牌面上告诉你说，请你保持敞开，因为将会有一个很温柔但是关键的转折正在靠近大家的人生哦。你知道它是怎么出现的吗？它很可能是一件很小很小，小到你差点忽略的事情，比如说一个人突然对你很友善，或者说一件事情突然没有那么卡，或是一个你觉得拖很久的问题，你觉得可能会很麻烦的事情，突然就被解决掉一大半。好，这种奇迹啊，牌卡上说它是一个小奇迹，这个 mini miracle。好，但是这个小奇迹它叠加起来啊，非常非常的疗愈，而且会真的对你的人生有帮助。而且这个小奇迹它并不是偶尔才发生，它其实每一天都在发生。所以如果你过去太习惯告诉自己说不要期待，或者说就是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要去期待，不要去奢望的话，这张牌在这边很直接的跟你说，请你重新的相信奇迹是真的，并不是对某些幸运的人，并不是对某些比较好命的人，就是对你说的。好，最后啊，这张牌说真正的自立啊，它并不是说什么都靠自己，而是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可以让奇迹成为你们的依靠。所以如果你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出现一些刚刚好的事情，被接住的状态，或是事情往对你有利的方向去走的这种发展的话，请你相信奇迹已经在大家的现实中发生了。你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看见它、听见它，并且允许它继续的去发生。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这张牌是 ground。 好，这张牌是站稳哦。这张牌是树根。好，这个树站得很稳，旁边还有一只紫色的兔子，上面挂着很多很多的许愿的这种灯笼，里面有星光。好，这张牌讲的是说，当你自己的基本面不再处于匮乏跟嫌弃的状态的时候，现实的阻力会立刻下降。第一个呢，这张牌想要讲的是你是不是还在用不够好、不够值得，或是更好的应该要来，但是他怎么还没有来的这样子的想法或是眼光看待你现在的生活呢？如果你内在还在嫌弃说我怎么只得到基本款而不是豪华款的话，现实呢就会卡在说他只能给你基本款，因为你看不起奇迹出现的形式，或是看不见自己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奇迹。所以这张牌啊，它是想要告诉你说，你要把一些你现在已经拥有的东西当作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祝福，要去相信，要去感恩。你要停止发出匮乏的讯号，停止对于现况发出一个不满的讯号。它并不是说假装我很好，假装说服自己，而是你身体整个放松下来，
因为它是一个奇迹的关键启动的按钮。你们可以想一想，你可以醒来，或者说有些朋友你可以健康的醒来，你可以做出选择你今天想要吃什么，然后你可以穿得很暖，或者是说你有房子可以住，或者是现在任何一切你可以感恩的，你身边有伴侣，或者是说你有很爱的宠物陪伴着你。好，去想一想你们现在已经拥有的东西哦。因为奇迹它是用来帮助你加码，当你带着一个感恩的态度去看待你现在的生活，奇迹就会去加码给你。然后呢，当你愿意坐在现在这个现实的环境里，而不是一直想要翻桌想要逃离的话，现实其实会比较好移动，比较好被改写。也就是说，他其实在问大家能不能够尊重你现在脚下所站的这块地，不然奇迹不会在你的脚下发生。所以要尊重你现在的自己，尊重你现在生活的地方。这是一张非常接地的牌，它很温柔而且力量很深，请大家用感恩的心态去迎接你生活的基本面。真正会改变现实的不是你想要的更多，或是一直去觉得不满，而是当你开始真心感谢你现在已经拥有的最基本最真实的层面。比如说呢，你有一个餐桌上很丰盛的食物，你此刻能够在这里听塔罗牌解析，或是你可以在这边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这里的感恩并不是说要你放弃你想象中的未来，而是希望大家不要在匮乏中去许愿。当一个人的状态是我现在不够，我想要更多，这个时候宇宙接收到的是匮乏。但如果我们今天可以转换成我现在已经拥有，我感恩我的拥有，然后我想要去扩展，我愿意扩展，宇宙接收到的是你很稳定，而且你可以承接更多。所以当大家的心态转变之后，你们就已经站在一个可以转化的位置上了。好，那我觉得大家你们会被引导到这张牌，是因为你们即将进入一个很成熟的灵性状态，它是一个很平静的觉知。你知道你在这里，你知道你正在走。好，你不会逼自己一定要快点成功，你不会逼自己跟别人比较说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行呢？或者是说在心很累状态不好的时候还逼自己去显化，去正念去努力。这张牌真正想提醒大家的事情就是好好的对待自己，好好的吃东西，好好的睡觉。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过好你的生活的基本，感恩你生活的基本的时候，现实会真的开始动起来。因为你这么做的时候，就是为了下一次的扩展，在稳住这个地基。所以这个根基，这个基本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是一个有意识的完成。我觉得这张牌是一个很漂亮的收尾，大家终于把某一个旧的阶段完整的走完了。这一段不需要再重来了，它可能是一个卡关的状态正式结束，可能是一种这种负向的金钱模式、工作状态或是生活形态。你们可以清楚的感觉到那个旧的你不想要的循环不再抓着你了。还有大家你们会收到一个确认感，它可能是一句话，一个结果，一个现实上的反馈，你会很明确的知道说你真的已经走完了，有些东西不用再拉扯了。还有接下来你们不需要再比如说用过去的某一种形式去换取你未来想要的东西。这张牌画面中是一个女人女战士，她双手撑在地面上，身体微微的向前，她的头发像火焰一样往上燃烧，她的心脏的位置有一道非常明确的光。
好，这个是一个他正在完成动作的一个瞬间哦，他正在把一件事情彻底的完成。好，这张牌代表说，其实你们已经走到最后一步了。很多时候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已经过去了，只是你可能还没有在心里把它画下一个句点，你可能还在反复的回头看说，是不是我少做了一点什么，是不是我再撑一下一切就会不一样，或是不是说我现在停下来有一点可惜。这张牌清楚的告诉大家说，不是你想不想要不要行不行，而是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已经结束了。注意看一下牌中他的心脏的位置，这个光啊并不是从头顶来的，而是来自他心的一个指引哦。这个并不是来自外在的声音，而是我觉得有点像是打从心里自己亮起来的声音，代表说其实大家你们心里早就已经知道答案了，只是你到底有没有意识去承认它。你们现在可以很清醒很清楚的说，好，我已经做到这里了，我已经给过了，我已经付出过了，好，一切都不相欠了，我已经有了完美的比如说结局，我已经在这趟旅程中真正的做了一个完成，是一个很完美完好的一个收尾。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收尾，能量就会一直卡在半空中，它可能会让你对新的开始提不起劲，但是你又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回头，就会变成卡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地步。所以这张牌它提醒你，你要亲手的把这一页翻过去，它是为了让你的心可以真正的稳定下来，让你可以去迎接下一个未来。所以如果现在大家心里有一件事情，有一段关系，有一个阶段，有一个身份，在你听到这张牌的解说的时候浮现出来，这张牌就是在等着你对好这件事情，你刚刚想到的这些事情做一个完成，你不需要再等任何讯号，因为这张牌就是一个讯号。当一件事情被有意识的完成，你们并不是失去什么，你们是在把能量从过去收回来。你不需要再做一些什么样子的证明，因为你努力过，你配得，你心里很清楚的可以告诉自己说，你已经走过了。这个并不是带着怨恨，并不是带着不甘心，而是带着一种很稳定很清楚的确认。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宇宙会听到一个非常明确的讯号，就是大家你们已经不再把力量放在旧的版本里，你们已经完成了，新的状态会自然而然的靠近你。在此刻把这件事情真正的收好放下结束，当你完成之后，新的空间就会出现，那显化呢也会发生在这个新的空间，这个状态会自然而然的靠近大家。好，恭喜选到第二组的朋友。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已经完全上架完毕了，有很多的朋友已经一起加入学习了，欢迎你也一起可以加入到这个温暖的学习社群。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再写信或者是加LINE询问我。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这张牌叫做顺应神圣的时机哦 ，Flow with Divine Timing。好，这一张牌会让人家有一种黎明快要出现了，可是在黎明出现之前，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哦。明明快要成功了，可是在这个阶段，外在的世界好像突然断电，有一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感觉哦。这种感觉并不是失败，因为如果是失败的话，你可以就是死心就离开。这种感觉很像是宇宙叫你，你觉得好像宇宙叫你在原地待命，明明你就坐在飞机的驾驶舱，你的引擎已经启动了，然后你随时可以冲上云霄，但是呢你就迟迟等不到塔台给你一个起飞的命令，所以你们在待命，在等待。所以这组朋友，你可能在晚上在睡前，或者说脑袋里常常会想说，宇宙究竟还要让我等多久？我到底还漏掉了什么没有注意到呢？
好，宇宙想要告诉你，回应你们的第一个答案就是，其实你们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哦。选到这一组的朋友，通常都是你的灵魂跑得比现实生活中还要快。其实你的意识已经看见了成功的终点，但是你可能你的现实环境、你周遭的人际网络、你的物质生活跟你所处的这个大环境，它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去对齐你的频率。所以呢，这一组的朋友啊，你内心可能有各种焦虑会升起，甚至有一种我在慢慢的崩溃的感觉。这种崩溃是表面上是继续过你的生活，按部就班的生活，然后也可以笑，也可以吃，但是内心有一种东西在慢慢的瓦解。其实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们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因为我们在等待一个神圣的时机。这个神圣时机来临之前呢，宇宙要你去相信自己。当全世界都还没有看见你的光芒的时候，你能不能依然相信你自己是会发光的？也许选到这一组的朋友你身边有很多的杂音，有人叫你放弃，有人叫你换一个方向，或者是你自己的内心就有一个怀疑的声音说是不是我真的没有那个命？但是你们仔细看一下这张牌，在太阳跟月亮之间，在云端上跳舞，轻飘飘的在跳舞的这个人，他其实没有在用力挣扎，他是在流动。好，如果你现在有感觉到一些卡卡的，并不是因为你没有能力，而是宇宙正在帮你挡掉一些不对的人跟不对的事情，因为要让你在这个神圣的完美的时间点，分秒不差的瞬间，毫无阻碍的去跳舞，去爆发。好，如果呢以上的讯息是跟你现在的状态有符合的话，那大家就选对组别，你们就继续听下去。你觉得现在的这个停滞你对于现在这个停滞其实不要害怕，因为它是为了你未来的冲刺还有未来的顺流在做一个缓冲跟准备。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一下下面的牌会有什么样子的启示要给大家。好，狗狗牌，这张狗狗牌非常的可爱哦。当我们确认了你们现在处于一个神圣时机的等待期之后，接下来这张牌真的超可爱，很有意思，它是狗狗牌。那狗狗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狗狗是听话，或是它是一个守护人类的动物。但是呢这张牌要给大家的讯息其实是更加的温柔，也更加的深入，更加的犀利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牌卡上这只狗狗的眼神，它很专注，它很清醒，它并不是在对外张望。这只狗狗它的眼睛在看着你，它在看着你的灵魂，对你拷问一个问题：你现在到底把你的忠诚用在谁的身上？好，选到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是一个心肠很软，很容易心软，或者很愿意付出的人。你很成熟，你懂了这个世界的规则，你知道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你知道怎么做去维持一段关系的和谐。但是呢可能你自己也发现，在这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等待过程中，有的时候最累的并不是等待，而是你一直在去配合其他人的节奏。所以这张牌之所以出现在这边呢，它其实是在告诉你说，你懂得规矩不代表你不能够去打破它。一方面呢，你可能渴望融入集体，渴望被需要，但另外一方面，其实你内心那个领头犬，这个灵魂它早就想要跑出去，它渴望自由，它渴望照着自己的本能去冲刺。所以这张牌其实在提醒大家你最应该保持忠诚的人是你自己。有时候你以为的想象的忠诚，它其实是在委屈你自己。你害怕如果不配合这段关系就会崩塌，你害怕如果不配合这个计划就会失败。但是狗狗的直觉告诉你说，你对你自己的忠诚，还有你对其他人的忠诚，它是一个神圣的礼物，所以不要把它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或是不对的事情上面。
好，如果你内心啊听到现在有一个震动的感觉，其实就是这张牌在跟你对话，它在提醒你说，有的时候你不需要用大脑去分析利弊，去听听你的本能，其实你的直觉早就该告诉你答案了，只是你可能一直用责任感去压制你的本能，你的直觉。好，如果这段时间呢有一些卡关让你感觉到痛苦的话，请大家试着把专注力拿回来，去打开你的感官，去感受，去闻，去吃，去像狗狗一样单纯的享受活着的感觉哦。当大家重新找回那种对自己的忠诚感，不再为了迎合别人而扭曲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那个一直没有来的东风，它就藏在你自己的本能里面。当你敢于去打破那些困住你的奇怪的旧思维跟旧规则的时候，真正的奇迹才会有空间进来。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牌。哇，你们的下一张牌真的是超级厉害，这张牌很美耶。我们好好看一下这张牌。这张牌是一个彩虹的独角兽，它站在一个深色的宇宙的背景里面，它的颜色啊一层一层像光一样慢慢的晕开，红橙黄绿蓝全部都融合在一起，但是它非常的有层次，不混乱。最特别的是它的头顶的这根角啊，它好像是一个许愿的蜡烛哦。这个角啊，它是一根已经点亮的光源，静静的向外发光。这一张牌真的很美，它是一个真正的力量的来源。独角兽的眼神它非常的安定，它没有要证明什么，也没有要讨好谁，因为它知道自己是谁。好，独角兽出现的时候啊，代表说你们即将要去显露你真实的光芒了。它是一张很罕见、充满强大显化能量的牌。好，这一张牌啊，告诉你们说，接下来你们心中所期盼的奇迹即将落地了。过去你们可能被现实压抑太久，过去的人生中可能有人对你说你不切实际，或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太爱做梦，活在幻想里。但是这张独角兽牌告诉你说，当你不再为了迎合规则而缩小自己，当你像第二张的狗狗牌一样选择忠于自己直觉的这个选项的时候，你以为的幻想其实正在准备变成现实。所以独角兽出现在这里，它会为你的人生能量带来一个大回转、大翻盘。如果你过去为了生存、为了责任、为了稳定，一直去压抑自己的创意、热情或是真正想走的方向，现在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回转的掉头的时刻。好，回到那个曾经让你眼睛发亮的事情上，回到那个曾经让你一度相信是真的，但是最后却被现实磨掉的这个魔法里。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如果你不转弯，你可能会离你真正的道路越来越远。第二个转折是你的奇迹它正在显化。独角兽它是一个很罕见的象征，它的出现并不是偶然哦，它代表说你们的内在状态已经可以走到一个能够去承接奇迹的阶段。什么样子的奇迹会来呢？第一个就是大家的财务丰盛，会有一些具体的迹象，你明显的感觉到金钱怎么用都用不完，为什么我就是有人给我钱，或者是说哇我的投资一大笔进账，或是我中奖了，各种钱流到你的身边。好，或是接到了什么样子的案子。第二个是大家对于人生的掌控感跟自由感回到你手上，而且你生命中的喜悦它并不是短暂的稍纵即逝的，而是能够长久的留在你的生活里。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一组你们并不是在等待到底会不会有奇迹，而是奇迹会出现，而且奇迹已经在排队出现了，在等着，在排程要送到你手上。所以现在大家要去相信，不要在最后一刻把门关上。这张牌对大家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也放手跟交托，让你本身的光芒自然而然的扩散。
包含了放下焦虑、放下怀疑、放下那种万一失败该怎么办的这样子的想法。因为此时此刻啊，有一个你看不见的力量正在深深的支持你，独角兽的力量。你需要去相信你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你本来就值得这一切，你的光芒呢就会无孔不入的渗透到你的生活中。好，那大家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加速奇迹哦？首先呢，就是要去整理清理你所在的这个空间跟环境。你可以让生活中出现一些亮晶晶的东西，或是彩虹色调的一个物品。你可以在心里想象你正在骑在独角兽的背上，你的频率正在与那个最高最轻盈跟最自由的波长对齐。当你不再追问到底什么时候发生，而是开始练习感受，原来奇迹它已经在路上了，已经在身边了，你就会明白，其实在你的呼吸之间，一吸一吐之间啊，奇迹它就会降临。好，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哇，下面这张牌大家看一下，它是月光花哦。月光花很特别的是，它在夜晚会绽放，也就是说在无人注视的时候，它也会选择绽放。它非常的安静，也非常的美丽哦。大家看一下，在黑色的夜幕下有很多星光点点，那金色的月亮它很不张扬的静静的挂在天空上。在水中央啊，有一朵花慢慢的绽放，它选择在夜晚绽放，而不是在白天，代表说它并不是为了掌声，为了被看见，而是它选择一个在无人观看的时刻打开自己。这张牌代表说，其实就算没有人在观看，你也会绽放。你们已经走到这张牌，你们已经不是在等奇迹是什么，你们正在成为奇迹本身。如果你们一开始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或是明明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什么就是差一点点的这种焦虑，这张牌要告诉大家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其实你自己的美丽、你的价值、你的能力不需要靠别人的掌声来去证明，你自然而然就会绽放，就会开花，就像这一朵月光花一样，它不是为了吸引谁，因为它的本能就是开花。第二个就是最后的一个沉潜阶段哦，在奇迹真正发生之前，通常会经历过一个很安静的阶段，因为它正在往下扎根。宇宙希望你保持一种内在的优雅，即使你还没有收到现实世界中给你的指令，你也依然会在你的领域里面做到你自己知道的这个极致。所以我觉得选到这张牌的人啊，你们通常都有一个共同点，其实你们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你们已经可能可以在某个领域去表现得很好，你们是非常有才华的人，或是你们在某个地方是非常有特长的。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这个长久真正稳定的奇迹，就是你们在没有人鼓掌的时候，依然没有背叛自己，依然持续的在开花。因为你想要对得起你自己，所以你们持续的在做。这一张牌其实是在肯定大家，因为你们走的这一条路，就是只有成熟的灵魂才能够走得下去。而这个安静的绽放，会让你迎来一个很特别的奇迹，就是你会在没有特意去争取的情况下，被真正懂的人看见、欣赏跟分享。好，下一张牌哦。下一张牌是关于一个我们要怎么让奇迹落地的一个小仪式。好，可以看一下这张牌的画面，有浴缸，浴缸里长出好漂亮的花朵，还有水瓶信件，然后有星光，然后还有这个书的能量。好，这张牌啊，它要它要大家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其实很简单哦，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嘛。所以它要你做的事情就是把魔法跟生活放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好，当你的心里准备好迎接转变的时候，你的生活会自动的变得有秩序。奇迹已经靠近了，但是你可能会需要为它腾出一点位置。如果你最近想要去整理房间，就赶快动手去整理，去丢掉旧的东西。有些朋友你可能会感觉到，我想要换这个房间的光线，我要换床单，
换布置，或是换一些香味。我觉得你们最近会开始对不舒服的环境变得很敏感，这个并不是洁癖，而是你的能量在对你说，我不想要再委屈自己了。好，这张牌给你的指引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有效，请你清理出一个能够真正让你放松的小角落。你可以在那里放一些让你觉得安心、漂亮，或是你感觉很舒服的东西，比如说水晶花或是什么样子的香味，柔软的布，你最喜欢的枕头、棉被都可以。然后在那一个空间里面做一件只为你自己做的事情，并不是为了给谁看，并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而是单纯的给宇宙一句话，告诉宇宙说，好，我已经准备好好好对待我自己，好好的过我的人生。当你开始这样子对待自己的时候，很多事情会很神奇的自动的对齐，你不需要去追赶奇迹，因为奇迹会开始追上你，找到你。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下面的牌卡 Knowledge。 好，这两张牌一张是 Knowledge， 一张是 Sovereignty。 这两张牌在讲什么呢？我们首先看一下左边这张牌有一个小孩子他坐在小木屋旁边呢，看一本他最喜欢的书。然后这本书呢，它的图片的内容其实对应到外在的世界好，这本书代表说这个小孩子他在学习的时候是一种完全沉浸的去学习，完全属于自己的吸收跟内化。他喜欢做这件事情，他不是被逼着去学习或是考试，他尽情的在吸收他的知识。然后右边这张牌Sovereignty， 这个画面很震撼你看到一个人站在一群高大的雕像前面，这些雕像象征着权威、制度、规则跟历史，还有那些曾经去定义过你、评价过你或是压制过你的人。但是看一下这个人的姿态他并没有跪下，也没有逃走，他只是安静的、笔直的直直的站在这里。好，所以这两张牌放在一起，在说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大家你们正在从内在的累积走向外在的主权的回收。好，你们呢可能一路以来有很多的累积，只是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可能低估了一些你曾经经历过的这些经验。有一些经验是可能你默默的学习，默默的吸收，默默的内化跟理解，这段时间真的没有白费。其实你们比自己以为的还要懂得更多，还能够看得更深只是你可能没有急着去表现出来，或是去证明什么。这组的朋友看见你们持续的安静的观察、学习，去理解这个世界、这个金融体制是怎么运作的。这张牌告诉大家说，其实你们做的事情就是在替未来那个站得住的位置在打地基。现在你的知识已经把这个地基打好了，完成了。接下来你们不需要再仰望权威，你拿回了属于自己的位置。这张牌代表着你不需要任何人再替你背书了。好，你们并没有要去挑衅权威，但也没有要低头，而是一种很清楚、很稳定的状态。一种我知道这个权威是什么，代表什么，但我也很清楚我自己是谁。代表说你的人生的故事的走向正在从一个被定义走向自我主权的阶段。最近大家可能会慢慢发现一些变化，你对于以前很怕的一些人、一些制度、一些评价突然没有那么恐惧了，你不会急着想要去得到他们的认可，也不会急着去或者很容易的去否定自己跟自责。因为你开始知道有些话其实是可以去听来参考的，有些话真的是完全没必要，有些不适合的人就是完全没有必要让他的声音进到你的生命中。这个就代表大家的主权回归。所以这两张牌我觉得合在一起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一句话，你们真的已经学够了，现在轮到你站出来了。奇迹之所以会在这个时间点靠近大家是因为你们有足够的理解力，也有足够的自我定位，你们有能力去承接接下来更多的资源、更重要的角色以及更大的舞台。你们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学习者或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你们现在正在成为制定规则的人。好，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张牌。哇，这张牌也是很漂亮诶。这张牌啊，它是一个落地的感觉哦。这张牌的画面好，颜色很深很浓，紫色、酒红色、金色的光在深夜里一层一层的堆叠，它很像在燃烧，但又好像是停滞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中间啊，其实浮现着一个智者长者的人影，他站在光影的交界处，他站着很稳，他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这张牌叫做 Wise Action， 明智的决定。所以他其实不是在催你说要快点做决定，他是在提醒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现在已经可以做出明智的决定了。那这张牌为什么会出现在最后啊？因为前面的牌啊，已经帮大家把内在处理完了，大家经历过等待校准，终于自己显化，然后学习累积，拿回主权。所以最后啊，其实代表说你们现在并不是说不知道要怎么做，而是你已经能够去有一些有智慧的行动跟决定了。你现在所做的任何一个决定都不是为了要逃避什么跟害怕什么，而是为了要走向一个你想要去的未来。这张牌的核心不是在于行动，因为其实你们在于行动之前是在于这个智慧，你们行动之前，因为这个智慧让你知道你做下这个行动之后结果会是怎么样。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确认，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已经知道走哪一步是对的，你不需要再等待一个更明确的讯号，因为这个讯号其实已经在你的脑海中了。这张牌啊，它接下来它会带来的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也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很笃定的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答应一件事情，或拒绝一件事情。你可能会去做一个对你来说很正确的选择，你可能会去结束一个拖了很久的一个状态，把这个合约解除，或是把一个什么东西清理掉，或是正式启动你准备很久想很久的一个计划。这些呢，是因为你们所做的这个决定，你知道就算未来有一些未知的风险，你也衡量过了，你也承受得起。也就是说呢，当你的内在已经对齐，你的行动本身就会变成一个祝福。你现在做的这一步，这件事情不需要被其他所有的人理解，因为他自己，他的正确性，他的智慧会在接下来的时间自己去证明。你们现在啊，不用再催促自己走得更快，你们现在只要用这个升级蜕变版本的你自己去下这个决定，去走那一步就够了。恭喜选到第3组的朋友，恭喜大家哦，很棒的一个能量。最后也提醒大家哦，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已经全部上架完毕了，那欢迎一起加入这个学习的平台，跟大家一起学习，里面有很丰富的一个内容，也有实战演练的部分，学完之后你就可以帮自己读牌，也可以帮别人解牌。好，下次影片见咯，拜拜。